开机了吗？开机了。Hello， 你好，我是凯旋，欢迎收看凯星频道。今天呢，我要拍的这个影片呢，当然也就是开箱影片。然后过后呢，其实呢已经非常久呢，我没有拍这个开箱影片了。然后呢，今天这个开箱影片呢，其实呢我买的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买了很久，放在柜子里面已经忘记了。我相信呢，这个东西呢已经超过半年，分分钟已经超过1年了，放在柜子里面也不懂坏了没有。所以呢，今天要开箱的东西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看到吗？米家的东西，这个就是小米的这个电动螺丝刀。虽然呢，这个小米的这个电动螺丝刀呢，其实已经出了蛮久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我真的很想要知道，到底呢，电动螺丝刀呢好不好用？因为呢，毕竟呢，平时我们用螺丝刀呢。我们转的时候呢，有一个力度的，要去转那个螺丝它才会开，尤其是呢弄到很紧了的这些螺丝呢，要怎么样开？然后过后呢，我就心想呢，用手的话你有力度嘛，你就可以开嘛。但是电动的话呢，到底它马达够不够力？所以呢，今天呢，其实呢，我想要开箱这个小米的电动螺丝刀，除了想要知道呢，到底它是不是真的这么的实用？然后过后呢，其实呢，为什么呢放到现在才来开箱呢？因为我纯粹真的忘记了我买了这个东西。然后过后呢，今天呢，我女儿呢就突然讲他的玩具呢开不到嘛，坏掉了嘛，所以呢我就突然间想到，我之前好像买过这个电动螺丝刀哦，想要来去用一下，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开一下这个小米的电动螺丝刀，然后过后呢再试下看到底它好不好用，可以不可以开到就是这些螺丝啦。当然呢，你不要说它这样小盒的东西呢，可以开到一些很重的这些电器啦。但是呢，玩具啊、小型的东西啊、手机啊这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先来开箱先。好的，一拿出来之后呢，第一个感觉呢，就是它的手感其实蛮重的，就是整个盒子呢是蛮重的。然后过后呢，一看到包装的外表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小米的这个螺丝刀的这个外观啦，就是它有一个盒子，然后过后呢有它的螺丝刀，然后有很多类型的这个螺丝刀的这个形状啦，就是给你满足不同类型的这个电器。然后过后呢，下面呢这边有写着它的这个名字，叫做米家电动精修螺丝刀啊，精修螺丝刀啊，然后过后呢，这里有个小米的 logo， 然后背后这里呢，它就有写下它包括的这个螺丝刀的这个头到底包括了什么型号的这个头啦，然后下面这边呢就是写一些它的产品的一些规格啊之类的，然后过后呢，现在呢我们就来把这个盒子打开先，它的包装呢就是要从上面这里打开的啦。打开了之后呢，应该是用来拉出来的。一来呢就跌出一条充电绳，就是这个 cable 啦。然后过后呢，直接拉出来。盒子里面呢空了，里面呢就有一本这样子的说明书，然后过后呢就有一个好像这样子的一个包装的这个螺丝刀的这个盒。哇，蛮重一下的这个螺丝刀的盒它整个螺丝刀的盒呢是这个铁的，然后过后呢，它的整个螺丝刀的盒呢还有这个一张纸这样子包着它，然后写什么东西呢？请勿让儿童接触，不可以让儿童接触。然后过后呢，手动最大扭矩3mm，什么意思呢？这个应该是那个转动的这个力度吧。然后过后呢，阅读说明书使用。然后过后呢，这边呢按压开盒，来撕开它。真的，原来弹出来的，你看，好可爱啊！好爽啊！整个铁盒来的，整个铁的盒子，然后过后呢拿出来呢，就有这个很多的这个螺丝头，然后过后呢还有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主体吧，它主体也是类似你这样子拉出来，它就会锁着在这边。好的，这个就是螺丝刀的主体，然后过后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螺丝刀这里呢有2个按钮，然后一个写着 R， 一个写着 L， 应该是这个转的这个方向吧。然后过后上面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呢，它可以转的。这边呢应该是分别就是1档啦，然后过后呢这边就是2档，所以呢其实还有2个这个档位来去选择的，就是这个力度啦。然后过后呢，现在呢我们试下看。
我不懂到底有没有电啊。我现在呢就随便拿一个螺丝刀的头出来啦，然后过后你可以看到呢，其实螺丝刀呢是有吸铁的，看到吗？有吸铁的，你放回去呢，它就会吸回去的，所以你要拿的时候呢，其实是蛮方便的啦。然后随便拿一个十字螺丝头，然后过后呢装进去呢，它是有吸铁的。然后过后呢，不知有没有电啊？好像是没有电哦。所以呢，我相信呢，因为太久没有开了，所以呢，那个电呢已经漏完了，所以我相信呢是需要充电。所以呢，等我充好电过后呢，再测试给你们看，到底呢它这个东西呢好不好用，然后过后力度如何。现在呢，我先拿去充电先。噔噔，我终于呢把这个电动螺丝刀充好电了，然后过后呢，充好电过后呢，其实它这边呢是有个白灯的，然后过后呢，那天呢，因为可能我真的太久才开箱这个螺丝刀呢，所以它是完全没有电的。当我充电的时候呢，完全没有灯，最后呢，充满电之后呢，它就是这个白灯。充满电之后呢，你可以听到呢，当你把这个螺丝刀打开，它的声音呢，其实是就有马达的声音的。然后过后呢，其实呢这边就有1档跟2档嘛。然后过后呢，1档跟2档其实呢声音是一样的。然后现在我开1档呢，你可以听，它分别呢就有这个 R 跟 L。然后过后呢 ，R 的意思呢就是这个转右边，就是这个顺时钟啦，就是锁紧这个螺丝。然后过后 L 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螺丝呢逆时钟就可以把它松开的意思。其实1档跟2档呢，这个马达的声音呢都是一样的。然后过后呢，速度呢也是差不多是一样的。然后过后呢，其实1档跟2档的这个分别呢，我相信呢，其实它的分别是在于它的力度。可能呢，你这个电器呢，或者就是你的这个螺丝呢，需要拧紧一点，你就用这个2档。然后过后呢，如果呢松的话呢，就是用这个1档，就是说比较容易可以把它拧紧的，你就用1档，然后过后比较难拧紧的你就用2档。然后过后其实呢，充满电之后呢，我今天呢就已经测试了这个螺丝刀。然后过后呢，我第一次拿来用之后呢，我就发现呢，其实这个螺丝刀呢，它蛮好用的，它也可以当普通的螺丝刀来用，也可以当这个电动螺丝刀。怎么说它可以当这个普通螺丝刀呢？现在呢，我就测试给你们看。反正呢，其实呢，我这边有一个女儿的玩具，然后过后是坏掉了的。那当然呢，我不是在你们面前修理啦，但是我可以把它打开给你们看下看，到底呢它打开这个螺丝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啦。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来测试吧。当然呢，选好了这个螺丝刀的这个头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然后过后呢，你就放进去你要拧的这个螺丝。然后过后呢，其实呢，这个螺丝刀呢，它本身虽然呢它是这个电动螺丝刀嘛，但是呢，其实呢，当你没有按这个按钮的时候，这个螺丝刀呢，它的这个马达呢是完全不会转动的。所以你可以用它来做这个普通的螺丝刀，就是呢，如果它没有电的话，或者就是可能太紧了拧不到呢，你可以这样子，看到吗？你可以用手动来去转的，其实一样可以把这个螺丝呢拧出来，看到吗？它一样是可以用这个手动来去拧出这个螺丝。但是呢，如果你要用电动的话呢，也一样可以，因为本身这个就是一个电动螺丝刀嘛。比如说呢，现在呢我就把它放进去。当然呢，如果用电动的方法的话呢，你就不需要用力，然后过后呢，你只要放进去对准了之后，你就按这个拧紧的按钮，看到吗？这样它就拧紧了，然后过后呢，螺丝呢就已经拧进去了。如果你要打开它呢，也一样，放进去，然后过后按 ，OK， 螺丝呢就走出来了。它的这个螺丝刀的这个头呢，还有分长的啦，然后过后短的啦，就蛮符合很多这些电器的这个孔啦。因为呢，有一些电器呢，你要这个螺丝刀比较长一点，然后过后塞进里面去才开。就比如说这个呢，其实呢也是蛮深一下的，所以呢，用这个比较长的头呢，其实是真的是蛮适合用的。然后过后呢，它的力度呢，其实开这些玩具这些比较小的这些电器呢，其实是足够这个力度的。所以呢，我觉得呢，其实这个小米的这个电动螺丝刀呢，其实蛮好用的，因为呢，真的是蛮省力，然后过后呢，也有一点科技感嘛。你带出去呢，其实呢，就算它不是一个电动螺丝刀了，我觉得呢，这样子的一个盒子加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螺丝刀呢，就整个
档次呢就上升了，看起来呢真的是蛮酷的。再加上呢它是电动螺丝刀呢，就看起来就更加的这个耀眼啊。所以呢，如果你像我这样子呢，喜欢做一些小小的维修啊，拆一些比较小样的东西，电器啊、玩具啊那些都喜欢自己修啊，或者就是有时候可能你需要用到这些螺丝刀呢，我觉得呢入手一个呢真的是蛮不错的，真的是值得入手。所以今天开箱这个小米的这个电动螺丝刀呢，就差不多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个赞，然后记得分享、订阅，然后过后也记得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可以接到我最新的消息啦。所以呢，这个螺丝刀呢，我是真的推荐的。好啦，拜拜。